上，水果稻花香。8000里路云和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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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000里路发出冠平安祝，小小雨雪，8000里路开望眼，8000仰天长啸，8000里路壮怀激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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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壮怀激这个日本人呐，肆意的践踏国际公约，巧取豪夺，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吧。好多大商人全都跑了，可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。可偏偏就是田先生，就凭自己的一己之力，纾困危局，所以啊，他就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。别人不理解他，可我理解他的苦心啊。太爷，这些都是田先生跟您说的吗？他呀，只能跟我这个老朽絮叨絮叨他的苦衷啊。好的，我都记下来了。雨衣、日化用品。是的，是的，非常感谢您的捐赠。好，再见。姐，哎，捐赠品和捐款的记录全部都在这儿了。好，辛苦了。哎呦，我给你搭把手。大家都累坏了吧？我们的筹备到此结束了。待会儿我请大家吃阳春面2碗行吗，5碗都没问题。馋猫，来，快点啊！就搁这儿吧。来，姐放这儿。哎呀，外面没有了吧？没了。孟嫂，田先生让我来接你，快上车。
恢复的怎么样？他伤口恢复的蛮好的，昨天晚上还跟我说了好长时间的话。吃早餐。谢谢。田先生，您吃过早餐了吗？我吃过了。我都不知道，您一直都让七哥保护我们，谢谢你啊。我跟你说过的，我们之前认识。令尊长我8岁，他中举时我刚中秀才，有过一面之缘。他任江苏督学时，我刚好从省吏师范回到海文，做教育局长，仅仅书信求助，他就帮我为海文争取到了第1笔教学经费。令尊与我有大恩。你百战沙场，蒙受冤屈，还有回乡抗日之志，难得呀！范公，云奎从未背弃职责，此次回到故乡，唯有一心报国，方能告为家父。请。今年初，日军开始进犯海文县县城，国军也转进了。我只好领着几个政府属员，辗转到了这里。鱼塘是个古镇，民风淳朴，世代耕读传家。海文和诺西地区，乃至整个江苏的情况都大体相仿。日伪占据着各个县和交通要道，代理省主席兼第89军军长韩德勤，名义上掌管各县。但各县都有自己的地方势力，比如这儿就有葛致远的部队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最容易搞地方武装。是啊，不少乡绅大户都置办了自己的乡丁和武器。有人呢，不甘心把自己的家园拱手相让；有的人想趁机占山为王。3里1司令、5里1队长都说抗日。但各有背景，就连地区行署长官的命令都不听，就不用说我这个流亡的县长了。我成立自卫团也是但求自保，眼下呢，也就是100人出头，分2个队，李营长管着。从刚才一路过来的情况来看呢，日军其实在县城，他的驻兵也就是几十个人，伪军呢也不敢轻易的离开县城。那如果我们鱼塘的自卫团能够和附近的游击队联手的话，鬼子他就不敢轻易下乡了。云奎啊，老朽已年迈，已经没有能力再发展自卫团了。歇脚无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其实我一进中堂呢，我就看到了这副对联，这让我想起了去年8月去淞沪战场的时候，家父呢也亲书了这类诗词赠予我。但真的很可惜，毁在淞沪战场上了。所以，当我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，我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。我觉得您像我父亲。云奎啊，这里虽说是你的祖籍，
但你自小长在南京，这儿已经没有人认识你了。但是海文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，你最好把名字改一下吧。既然是要发动大家跟鬼子斗，改成斗鬼如何？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回到海文，我也是想重新开始，打鬼子，斗鬼，张斗鬼。好，范公，我以后就叫这名字。好，海文民团长，从今天起就由你来当。哦，不敢，范公，您能收留我们就很好了。张斗鬼团长，我希望你带领海文自卫团，筹谋画策，抵御外侮。走吧，我带你了解一下海文的情况。好。海文沦陷了，各路豪杰都不愿意活在膏药旗下，土匪都变成游击队了。这儿的土匪有一条自己的哲学，那就是理直气壮。可日本人来了，他们又觉得当土匪丢人。刚刚沦陷那些日子，几乎是每个月都有轰轰烈烈的消息，说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，这几支枪、几十支枪的都有，有共产党支持的，也有国民党支持的，还有自己单干的。等一会儿咱们要去的葛家楼村，那里的村民呢，大多数都姓葛。18支队就是这一片最大的游击队了。一共有110来人。18支队，那这支军队得多大呀？总队在哪儿？哪有总队呀？我连17、16、1、2、3都没听说过。上来就从18开始啊！有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。哎，从司令到副司令，再到参谋长，再到小兵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沾亲带故的葛家人。您来了？哎，来了。啊，也有葛家的佃户。那些枪啊、子弹呐，那都是大户人家卖房子卖地凑的。葛占成家卖的地最多，他早年呢又当过北洋兵，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当了总司令。你们都看见了吧？那些拾柴的、捡粪的，还有那边抽旱烟、晒被子，全都是18支队的游击队员。哎，你看，此地杀鬼子3000人，这儿打过这么大的仗吗？我怎么没听说过呀？日本人在这墙底下杀死了我们3个人，夜里就有人在墙上写了字：此地啊，杀鬼子3人。游击队打这儿路过，那队长就把这字改了：此地杀鬼子30人。打那儿以后，只要有游击队打这儿路过，必改墙上的字，成百上千了。就我说，杀的还是太慢了，干脆改成3万人，一下子杀死3万个鬼子，那叫一个痛快嘛！哎呀，你们说咱们这18支队还几敢破枪啊？还真把自己当成梁山好汉了，啊？这到头来杀不了几个鬼子，再把他们招来，这一搞报复，那真成了祸害百姓了。行了，听我句劝吧啊，没事儿，少招惹鬼子。一平，胖，你说那小鬼子是咱们招惹来的呀？再说了，这马上秋收了，他们要是再来，咱们坐着等死啊？来就来呗，大不了给他们留个空镇、空村。来，六子，坚壁清野，我是刚出锅的，焦土抗战嘛啊！来板，啥玩意儿这是？都是新做的。哎，六子，你我的粮食，我的粮食！这我是刚蒸的，猪食似的，给人吃的啊，这是。哎，你这干啥呀？六子，别以为你现在有把枪，你就人5人6了。你忘了你以前在我们家偷饼了？你嚷嚷什么呀？啊！我跟你讲，别说给你砸了，再嚷嚷，我跟你讲，我还打你呢！我六子不能打啊！我们司令有3不打：一，不和鬼子的骑兵打，骑兵6条腿，我们2条腿，打不过。我2，不跟伪军打。司头说的对，
咱葛姓可是大姓，难免有投了敌的旧故亲眷，咱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吧？9条。好。3，不在村里边打，为的就是让鬼子别糟蹋咱们老百姓。我们还是保护老百姓的。嘴巴上说要保护老百姓，还不是跟小鬼子一样欺负老百姓？嘿，我，大哥，你坐。葛三叔，您这话说的没道理。您看，我们把白木良田都卖了，换了枪，换了子弹，还不是为了抗战？蒋委员长说了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让你们送点东西，这能吃吗？让我们怎么抗战？人家青山镇也驻扎了一支部队，老百姓送什么，他们就吃什么。对啊，人家还帮忙推磨、挑水、种庄稼，怎么这同心人霸道起来，还不如外乡？哎，好了，您说的是新四军吧？其他的我不晓得。他们就好唱歌，田间地头，到处叫人唱歌，干嘛呢？还有，剪了短发的女娃娃啊，又挥着手臂顶着唱，说是宣传抗日，其实大家就是看女娃娃来的，还有什么心情抗日？不多说了啊，晌午之前把你们的鸡、鸭炖好了送过来。这走，走。刁民！报告，范县长和张斗鬼团长来访。张斗鬼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小姓。是。百福，你上来这儿干嘛？四宝不舒服，我来给先生送下午茶的。给我吧。还看什么？回去吧。哎，田先生怎么了？先生不是神经衰弱的老毛病犯了吗？还有偏头疼，现在是听不得声音，见不得光，就别说你了，连我都不能随便进去，知道吗？那我媳妇儿怎么在里边啊？这不就靠孟嫂在旁边轻轻读读书，转移一下先生的注意力，让他头疼缓解点吗？走吧，走。什么毛病啊？这么邪乎？别管那么多了啊！范县长，鬼子来鱼塘镇的时候，这18支队真的像葛占成说的那样，打过一场硬仗吗？说句让人愧心的，鬼子只派了10几个人，1挺机枪，这10里8乡的就没有1支游击队出来冒头，都带着老人和孩子跑到山沟里去了。你这一趟是不是很失望啊？何止是失望，简直是可悲。我仿佛看到了一盘散沙，他们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，愚昧、无知，慌慌张张地组建了一支队伍，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了凌驾于百姓之上的权利，对内盲目自大，遭人憎恶，对外没有任何的战斗意志。就这样的队伍，不可能打一场胜仗。
在他们心里，人情世故、宗亲礼法大过家国仇恨。可是反过来再想想，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道理呀？怎么讲？比如葛占成总说他的平生嗜好只有3大：打小老婆、打麻将、打小鬼子。他现在把前2打都戒了，只有一门心思打鬼子。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打。走到江边看看。好。你见过用沙子盖房子吗？沙子盖不了房子。沙子不成形，可只要是和洋灰搅拌到一块儿，就有了粘性。里面加上竹篾子和铁丝，你是修围墙也好，盖房子也行，你可以尽情的发挥，比什么都结实。你眼前的这堆散沙，就差点洋灰当粘合剂呀。如果你能折服他们，就能把散沙攥成团儿，把庄稼人、江湖之人，都变成有组织的战士。凝聚人心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知道，你受过种种挫败，彷徨沮丧，此地可是你的用武之地呀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此一里，再生之身。段县长，您刚刚说的话，让我想到了家父当年的样子。荣幸之至。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，未可知。是这话。嘿，怎么在那儿坐着呀？啊，我在看月亮。我想小月了。武汉沦陷，他那边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，我想去找他。小月一个女孩子，你是应该要过去找她，两个人在一起至少还能有个照应。但是这仗打成这样，那能不能去还不知道呢。得先坐船到香港，再由香港到广州，广州到武汉。你别说武汉了，现在广州也沦陷了，你还怎么去武汉呀？那怎么办？那我是不是永远都见不到小月了？我认为啊，你要是真想去武汉，索性就先等一等，等战事平稳了一点，你再去。到时候你走，要是川资不够，我想办法给你凑。那我走了，你们怎么办？
你就不用替我们操心了。我有手有脚的，肯定可以养活太爷跟月明的呀。你别想太多了，至少小月身边不是还有于小姐、于家人他们吗？日本人的炸弹也没长眼睛呀，他们投炸弹的时候，他们也分不清谁是小姐谁是丫鬟，万一炸着我们小月怎么办？你这隔着上千来里，你非得要这么想，这不是钻牛角尖吗？你干嘛自己吓自己呢？凡事咱们不都得往宽了想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，要是我们旅长在的话，你们在上海会怎么过日子呀？还能怎么过呀？像寻常人家一样，平平淡淡的过呗。那你是不是也会给咱们旅长读书读到半夜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。我就想到，你是不是也会给我们旅长读书？上午读完，下午读，下午读完，晚上读。我还想到，我们旅长是不是会给你唱歌？就他那嗓子还跑调，我都不爱听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没事就早点洗洗睡了。看月亮，我累了。你不走吗？我再想会儿小月。你看这鱼塘镇啊，人逃了，这地啊也都荒了。现在是播种的季节，如果不播种的话，明年就不会有收成。我到处劝乡亲们回来耕种。当时那帮山上打游击的人说啊，种了也是给鬼子的，还不如不种。还说什么抗战不惜焦土，地荒就荒了吧。那咱们就是没想过，这焦土之后，谁来给游击队供给？依游击战的理论，游击队是鱼，老百姓是水。但鱼在这一片焦土上，又能活多久？老百姓不爱耕的地呢，我们可以帮着耕。一来呢，可以给老百姓减轻一点负担；二来，屯田垦荒，在练兵之余，我们有这时间。那可太好了。来，谢谢。谁让你背这么多东西啊？没人让他背哦，拦不住。我自己要背。就知道欺负人，把自己东西都拿回去。没事，我能背，我可以背，没关系的。不就是小月背的？这些活不是你干的，你哪能干这些活呢？没关系，我这些都干惯了，没事。人家要不让你背，你就让他背呀，是不是？谁让你背这些东西？压根儿就没做这种事情。对。我说带狗弟说对了吧？鱼塘镇就这样，习惯了就好。还是我们小月姑娘聪明，还带了把伞。林营长，这儿怎么还有台车啊？哦，之前在这儿打过一仗，那辆车啊，发动机损毁严重，我们又不会修，就扔那儿报废了。我去看看。好，我也去。哎，来，带他们熟悉一下环境。好的，这边。还有这
营长，哎，方正熙呢？镇公所呢？好东西。俺爱情这么圆儿，长得最有亮亮，樱桃那个小嘴蛋，哎呦，爱是个人喽，爱嫂嫂。俺爱情这么圆儿，长得最有亮亮，樱桃那个小嘴蛋，都别忙了，先吃饭。吃饭啦！来，兄弟们，快点，快点，来吃饭了！王大哥吃饭了。小月姑娘，你拿什么好吃的？白面卷子。哦，王大哥，喝水。谢谢。哎，好。小月，小月。哎哎。哎，小月姑娘，你过去学过种庄稼呀？我和我爹娘逃荒之前就在家里种地。我爹说啊，这堆肥是最好最香的东西。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，可没有这泥土的味道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跟着我爹去镇上，路过一家菜馆儿，然后闻到一股肉香味儿，我当时就忍不住翘起鼻子一直闻，怎么有这么香的味道？这也太香了吧！然后我爹就过来了，瞪我一眼，说这有什么好闻的？能有咱们家的堆肥香吗？我爹说，真正种庄稼的人，见到了庄稼，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是打心底里的心疼和疼爱。可就这么一个种庄稼的能手，却活活饿死了。这肥料啊，得等它干透了，然后把它弄碎，这样撒在庄稼上，庄稼才能长得旺。嗯。来，我教你撒肥料，这样扬出去。月明，江苏海文是你的祖籍，是你爷爷长大的地方。云奎爸爸带着小月阿姨、老尤叔叔他们回到了这里。那时，江苏省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日寇控制或者占领，乡土沦于敌手，人民救亡的呐喊此起彼伏，却苦于缺乏凝聚各方的核心力量。你云奎爸爸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，坚持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力量。他带人练兵、开荒、种庄稼，把双脚踏在了这片坚实的土地上。
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。你扯得痛不痛？你的伤口？好多了。好，我自己试试。行，慢点啊。没问题。田先生来了。田先生，哟，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，都能下地走动了，谢谢您。好啊，可惜就无法走出这个房间，只能在这个房间里活动。来吧，吃午餐。谢谢。这新闻你们都看了？报纸是我拿给曾大姐看的。我的挺多朋友看了这则新闻，都痛心疾首。其中有一个很有正义感，一向坚持抗战到底，结果看了跑到我那儿大哭了一场，说国民革命元勋最有风采的政治领袖就这样叛党叛国了，说抗日的前途在哪儿？有没有一点胜算？那田先生是怎么安慰他的呢？我没办法安慰他，因为我跟他有同样的困惑。不知曾女士有什么样的看法？我知道你们怎么看我这样的人，叫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。田先生故意把革命性藏了起来。说实话，田先生，你冒着极大的危险救下我、掩护我，我的感激无以言表。如果我下面说的话有什么不妥，您可以随时反驳。我在请教。其实，汪精卫投敌并不意外。抗战进入到相持的阶段，经济困难、汉奸捣乱，将会是未来一直存在的两大问题。现在我们全国流行一句话：抗战到底，苦撑待变。苦撑待变，胡适之说。但是，抗战的底究竟在哪里？苦撑待变的变是什么？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理解。对于汪精卫之流来说，他的底就是中国的大城市。大城市尽失，他就觉得走投无路了。他们就在等待日寇转变的态度。一旦日寇招手和谈，他就马上跑过去做汉奸了。那么蒋先生的底，就是在等欧美态度的转变。那么在田先生的心里，抗战的底是什么？您等待的又是什么呢？我知道，您为抗战做了很多切实的事。除了捐款捐物，您在租界的工厂继续生产，满足民生。您还向日寇争取日军侵占的沦陷区的工厂。我那是为了钱，与虎谋皮。我知道的可能比玉娇多一点。我知道您工厂的工人有很多都参加了抗战的队伍。我还知道，至少有一位工厂的经理去了延安。特别巧，是我经办的。他跟我说，您送了他2000块川资。您知道他去哪儿，但您没说破，这属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。其实我跟他没说那么多，我确实送了他路费。哦，后来他是去了延安。其实，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夸奖您，我是想说，虽然你为抗战做了很多事儿，
但是你依然不知道前途在哪里，依然内心困惑。就像有些大商人，他让一个孩子去参加国民党，一个孩子去参加共产党，一个去国外，一个跟日本人打交道。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，但其实更加充分地证明了他们内心的迷茫。是，可惜我没有孩子，但是我内心跟他们一样，充满了迷茫。其实田先生走的这条路更艰难，与虎谋皮啊，争一分有一分，所以争过来了，才是对抗战有利，反之就是对日寇有利。您想过吗？就现在而言，这条路越走越窄，半途而废，等于前功尽弃。如果继续下去呢，恐怕不但不能成功，反而会被虎伤。田先生凭借的是国际法和租界当局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战事扩大了，英美也被卷入战争，那租界将不复存在了，你所做的一切将怎么样落在实处呢？我想过。请问曾女士有什么建议吗？其实我知道田先生一定早就在酝酿新的办法了，对吧？请问，共产党的抗战的底是什么？也是有所期待吗？也是有所等待吗？以我个人的理解，抗战的底应该是4万万、5千万同胞那一颗颗不愿意被奴役的心。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，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，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。那正是我们所求的，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觉醒，一颗新的觉醒，和你